老公，你果然通过了我的测试。我想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爱。你现在假死脱身，停掉他所有卡，房子也收回。3年后他如果还为你单身，就算你们过关。敢不敢？怎么不敢？阿周爱我爱得要死，不说3年，就是30年，他都会为我守身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好了，我来接你和小宝回家。小宝呢？死了。3年前，所有卡都刷不出钱，他没有手术费，死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爸爸，年年也去。阿周，你别闹了，我承认这3年是我做的过分，可我现在回来了，我是来接你和小宝回家的。假，申雨薇，你死的时候，他们说你生前欠了大量外债，婚房也拿去抵押了。我抱着孩子被赶出来的时候，你所谓的家在哪里？那只是考验。好啦，我知道你委屈，房子其实一直都在我名下，没人能抢走。小宝呢？让他出来，我亲自给他道歉。那你下去跟他道歉！小宝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只是3年不在，他怎么会死？段明洲，你骗我的是不是？你说话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是不是在报复我？让小宝出来，别让他躲了。薇薇，这么明显的假东西，你也会信？薇薇，你看这里，签名的位置不对，一看就是临摹的。比起3年前我帮你做的那份假死亡报告，这张可差远了。段先生，你拿这种东西来骗我们，不是班门弄斧吗？你是不是以为薇薇对孩子有愧，就会信你这套？差点就被你骗了。段明洲，看来阿和说的对，你比我想的更有心机。你说什么？难道不是吗？你算准了我今天会回来，所以故意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，待在垃圾场里等我，然后又拿出一张伪造的死亡证明，想逼我愧疚，想让我站在你这边。我没有。够了，今天之内把小宝送回家，他才6岁，不能再跟着你学这些下三滥的手段。段先生，别装了，我知道小宝早就死了。你知道为什么薇薇不知道吗？因为是我把消息压下去的。那孩子还真可怜，妈妈刚死就查出先天性心脏病，明明有个匹配的心源，明明只差1点钱就能手术，可你这个爸爸太没用了，一天打4份工，不睡觉都凑不起手术费。别说了。为什么不说？你知道最精彩的是什么吗？不是他死，是他死后还有用。那天签字的时候，他一直在哭，喊爸爸，说他害怕。可你呢？你这个当爸爸的还在外面送外卖，忙着挣那几块钱的配送费。狗杂种！你还我儿子！你把小宝还给我！阿和只是担心小宝，问你几句你就要杀人。段明洲，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？薇薇，我只是想把孩子接回去。垃圾场这种地方，大人都受不了，更何况小宝。段先生可能是误会我了。你胡说！明明是你！闭嘴！
段明洲，你但凡还有一点做父亲的良知，就自己把小宝送回来，否则我们离婚。离婚？好啊，可在那之前，还有一件事，我要让你永远忘不了。能不能先做手术？钱我会补上，我一定补上。先生，对不起，医院有规定。段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调一下年年当时的住院记录，还有没有人来问过他死亡的事儿？来过。谁？一个男的，穿得很好，看着就不像普通人。孩子走后没2天，他就来问过病历，还拿走了一份死亡材料复印件。他叫什么？好像姓陆。段明洲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今天晚上8点之前把小宝送回家，只要你肯把孩子交出来，昨晚的事我可以不追究。你还觉得我在骗你？阿洲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你不该拿孩子撒谎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。阿周，我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你和小宝。沈雨薇，你想见孩子是吗？你终于想通了。对，我会让你见到他。你不是不信吗？那我就把事情闹到你再也压不住为止。啊！这人干什么呢？却做出这样。门口下跪，有事儿啊？真的假的？这个内容也太炸了！沈总，楼下已经围了很多人，现场有人在直播，网上也开始发酵了。法务部那边建议立刻报警处理。薇薇，是谁把你伤成这样的？除了段先生，最近我也没有得罪过谁。他真是得寸进尺！这不是前阵子采访里那个沈雨薇吗？就那个什么女性科技创业代表，她不是一直营销自己能力强加风筝吗？段明洲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阿和被打伤，是你指使人做的吧？沈雨薇，你在说什么？段先生，你何必隐瞒呢？那群人砸我头的时候，我听得清清楚楚，他们说要为你报仇。段明洲，你怎么变成了这样？不仅撒谎，还行凶！小宝呢？我要把他带走，我要带到自己身边抚养，由我和阿和一起教这个孩子，免得被你毁了一辈子。好。那你们最好下去，好好教。段先生，你别拿这种东西继续，你闭嘴。你不是要把孩子带走吗？来，你抱啊。这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你不是最会让别人相信不可能的事吗？装死3年的人是你，看着自己儿子等你等到死的人也是你。薇薇，你别信他，这肯定是他故意。你想见他是吗？你想带他走是吗？那你现在看清楚，这是你儿子。沈总，不好了！网上有人放出了孩子的死亡证明原件，还有医院缴费记录也一起爆了。现在全网都在问，当年到底是谁压下了孩子的手术钱？段先生，你这样就过分了。为了逼薇薇相信你，连孩子遗像和骨灰都能伪造出来，你到底还有没有一点做父亲的底线？你闭嘴！给我看看。你不配碰他。段明洲，把盒子给我！ 3年前，他轻轻松松装死离开，把我和孩子丢进深渊，
现在他居然还有脸命令我把小宝给他看。沈雨薇，你凭什么？微微，别跟他废话，他现在情绪很不稳定，你越配合他演，他越起劲。谁敢碰他，我跟谁拼命！段明洲，够了，把小宝交出来，别再闹了。你现在的状态已经不适合继续带孩子，不管你今天拿出多少证据，我都不会再放任你拿孩子做文章。做文章？签吧。你不是说要离婚吗？我成全你，但是在离婚之前，你最好记住今天，因为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求你们信，我要做的是把你们欠我和小宝的一笔一笔全都讨回来。你先把孩子交出来。好啊，我带你们去找他。你带我们去找他？微微，你别信他，他这是又想耍花样，谁知道他要把我们带去哪儿？怕了？不是一直说我在演吗？既然你认定小宝没死，那就跟我去见他。还是说，你其实比谁都清楚，他根本不可能出现。阿和，我只是担心你，他现在情绪太激烈了，谁知道会不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事。刚才他连离婚协议都拿出来了，明显已经失控。原来在你眼里，离婚也算过激。地址？现在就去。对，免得夜长梦多。行。等等，把他留下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把这个东西留下。段明洲，我不管你今天到底准备了多少道具，但你不能再抱着这种东西去刺激孩子。刺激孩子？这是小宝的骨灰！够了！你到底还要咒他多少次？拿遗像，拿死亡证明，现在连骨灰都做出来了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有一天小宝真的看到这些，他会怎么想？他看不到了，因为他已经死了。小宝！竹炭粉，里面还掺了鼓膜材料。段明洲，你真是疯了！为了让我信，连这种东西都做得出来。造假！疯子！不是，不是。3年前我装死用过什么材料，我会认不出来。你竟然连这个都学了去！沈雨薇，你是不是已经疯了？疯的是你！段先生，你冷静点。微微也是为了孩子，你闭嘴！微微，小心！小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段明洲，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？小宝长大以后，如果知道你为了争风吃醋，把他当成攻击自己母亲的工具，他会恨死你的。争风吃醋，到了现在，他竟然还觉得我做这一切只是为了和陆雨禾争风吃醋。你们不是想见小宝吗？好，我带你们去见他。段哥，你这是帮我印点东西，越快越好。这是你儿子？你想印成什么？控诉信，再做几张大字海报。段哥，这种事儿你一个人怕是顶不住，要不要我帮你联系几个媒体？谢谢。段先生，你最近去哪儿了？上次之后就再没见过你。有点事儿。叔叔，年年呢？他说好起来就带我去看海的。不问了。叔叔想请你帮个忙。什么忙呀？借你戴一次年年的帽子行吗？我需要一个和年年体型差不多的孩子，在关键时候出现在镜头前。会不会有危险？不会，我已经联系过人，会有人保护他。我愿意，如果这样能帮年年，安安愿意。
段年年已经死了，段明洲，你究竟在搞什么鬼？你报警了？你究竟想干什么？今天你别想逃。阿姨你好，你是谁？我是年年的病友，我叫安安。年年1年前就死了，是叔叔让我来告诉你，你一直不信的事是真的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为什么不可能？你以为只要你回来，他就该活着等你是吗？沈雨薇，你真是自负到让我恶心。沈女士，我们刚刚核实过了，段年年，男，6岁，已于1年前登记为死亡人口，死因是先天性心脏病引发急性猝死。阿周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年年有过一次配型成功的机会，叔叔一直在想办法凑钱，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手术的机会被推迟了，年年等不到手术，最后死在病床上。年年临终前还跟我说，等妈妈回来，一家人就团圆了。不是这样的，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可他知道。薇薇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……你不知道，那你刚才为什么第一眼就知道他不是年年？为什么你确定年年已经死了？阿和，他说的是什么意思？陆雨禾，你现在最好想清楚，是继续撒谎，还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你做过的事一件件说出来？薇薇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阿周，小宝的事我一定查清楚，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交代？我要的不是交代。那你要什么？我要你永远记住，是你亲手毁了这个家。薇薇，救我！快，封锁悬崖边，搜救队准备下崖。阿周，不是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无关人员全部后退，搜救绳准备，照明灯打下去，快！等等，别靠近孩子！你刚才说你是年年的病友，是他真的已经死了1年了，你亲眼见到的？见到了，他最后一直在等妈妈。年年，我的年年！沈女士，请配合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调查什么？关于您3年前涉嫌伪造死亡、恶意转移财产。你和段明洲今晚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你提前知不知道他会采取极端行为？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今晚也是他把我骗过来的。他可能是因为接受不了孩子去世，所以精神状态出了问题。你不知道？你刚才不是还说段明洲在胡说吗？薇薇，你别听他挑拨，那种情况下他就是故意想让我们互相怀疑。可年年的死讯连我都不知道，为什么你一点都不意外？陆先生，请你解释一下，关于孩子去世的消息，你是否提前知情？你和医院、媒体以及沈女士公司之间有没有信息往来？下面发现血迹，但没找到人。姓名？沈雨薇。年龄？29。关于今晚发生的事，希望你如实陈述，包括3年前你死亡的经过。是我自己策划的假死。3年前同学聚会，陆雨禾回来了。那天聚餐快结束的时候，他拿着酒杯半开玩笑地说，我想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爱，你敢不敢假死3年，停掉他所有卡，把房子也收回去。3年后如果他还单身守着你，就算你们过关。我当时答应了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，可那时候我觉得这场赌局根本不会输。他说真正爱到骨子里的人是经得住极端考验的，我也想让他彻底死心。让谁死心？陆雨禾？我以为
只要结果摆在他面前，他就会承认，我和段明洲才是真正该在一起的人。所以你假死以后具体做了什么？我停掉了阿周名下所有副卡和联名账户，还按阿和的建议，让人做了一份债务追偿，把房子处理成要被收走的样子。你知道这样做会导致什么后果吗？我以为阿周那么爱我，就算没有钱没有房子也会一直等我。我没想过孩子会生病，我没想事情会变成这样。这3年里，你一次都没查过他们父子的情况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害怕。怕什么？怕我一旦心软，赌局就不成立了，也怕我如果看到他过得太惨，会忍不住提前回去，那样阿和会觉得我输了。那今晚呢？你为什么要推段明洲？我没想推他，我真的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我当时只看到他扑向阿和，我怕他真的犯错，所以你就推他了。我只是想阻止他。我没想到他会掉下去。关于你儿子段年年已经死亡这件事，你此前是否确实不知情？我不知道。你有没有怀疑过？有。什么时候？第一次见到阿周拿着死亡证明的时候，还有看到骨灰盒的时候。那为什么不去查证？因为我不敢。不敢什么？不敢知道是真的。只要我不查，我就还能骗自己，骗自己年年还活着，骗自己这3年只是一场玩过火的测试。只要我回去，一切都还能恢复原样。他承认假死，转移财产，切断经济来源了，至少这部分已经坐实。但更关键的是陆雨禾，他几次提到很多事儿是按他的建议做的，还有孩子死亡信息封锁这件事儿，陆雨禾很可能提前知情。你刚才的供述我们会全部记录在案，后续如果有补充情况，需要你继续配合。他找到了吗？搜救还在继续。陆先生，关于你与沈氏科技法务部医院信息科之间的通讯记录，我们需要你再解释一下。沈总，小心，律师团队已经在整理材料，警方那边暂时不会强制留置您，您先回去休息，明天。别说了。小宝，对不起。那不是骨灰，是竹炭粉，是骨膜材料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都做了什么？微微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，先进去坐下休息好吗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担心你，昨晚事情闹成这样，你又刚从警局出来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。担心我？陆雨禾，你是在担心我，还是在担心你自己？微微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不清楚吗？年年的死，你到底知道多少？你怀疑我？我问你，知道多少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昨晚在崖上，段明洲说那些话，明显就是故意挑拨离间。微微，你现在情绪太乱了，最容易被他带偏。你别忘了，他连陌生女孩都能带来冒充小宝演戏。可年年真的死了。是，可这不代表他说的这件事就一定是真的。那为什么你一点都不震惊？你在垃圾场看到死亡证明的时候，只说格式不对；你在我家看到骨灰盒的时候，第一个反应也是说它造假。你从头到尾都想笃定自己知道点什么，所以你才拼命引导我相信段明洲是在骗我。我那是怕你被骗。我知道你心软，知道你一旦动摇就会被他牵着走，所以你才什么？才帮我把所有怀疑都堵死，才让我连查都不去查，才让我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丈夫跪在垃圾堆里，抱着儿子的死亡证明哭，而我却觉得他在演戏。
微微，听我说，我承认我不喜欢段明洲，我也承认当年提那个赌局我有私心，我就是想让你看清楚你跟他之间的感情到底值不值得。可我真的没想过事情会发展成这样。没想过？对，孩子的死是意外，你也不想的不是吗？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把自己稳住，警方和媒体都盯着你，公司的项目也……别碰我！你说的对，我也不无辜，是我自己答应了那个赌局，是我自己高高在上，以为可以随便测试别人的人生，也是我自己明知道你有私心，还放任你介入我的家庭。可就算这样，也不代表你干净。微微，我会查清楚这3年你背着我做过什么，查清楚年年的死到底只是意外还是另有原因。如果你真的做过什么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你现在只是情绪失控，等你冷静下来，你会知道我才是真正在帮你的人。不能再这样下去。陆雨禾跟沈氏科技法务部、医院信息科确实有频繁联系，时间点很敏感，刚好卡在孩子病危、死亡还有消息对外封锁前后。继续往下查，他身上绝对不止一个问题。雨薇，你现在在哪儿？一个人吗？在家。陆雨禾在不在？在。让他滚出去！我刚收到一组照片，跟年年有关，你绝对不能让他知道你已经看到这件事了。什么照片？我发你了，你自己看。微微，怎么了？别过来！微微，你干什么？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你不是说你不知道年年会死吗？那为什么你会在他的尸体旁边拍照？为什么？你怎么会拿到这个？所以是真的，你不仅知道，你还去过，你去看过我儿子的尸体，你还站在旁边笑着拍照。不是，微微，你听我解释，这照片是合成的，一定是有人故意做局害我。合成？手机给我。什么？把你的手机给我，如果相册里没有这些照片，我就信你。原来真的是你。微微，你冷静点，你听我说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不是我想的那样，那你最好祈祷你接下来每一句话都能让我相信。沈雨薇，你疯了是不是？你别忘了执法官和律师都盯着你。你也知道怕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说一句谎，我就让你多后悔活1分钟。微微，你先冷静。别叫我名字，你不配。先告诉我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年年死的？这组照片来源到了，发给林岩的人用的是一次性海外跳板账号。照片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初步判定没有合成痕迹，立刻备份，通知负责陆羽和那条线的人。微微，你冷静一点，你现在情绪太差了，这2天发生了太多事，你不能因为一张来路明的照片就……闭嘴！从现在开始，我问你答，如果再让我听到一句废话，我就把那张照片直接交给执法官，再把你这些年跟我的所有往来一起提交。年年的死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我说实话。1年前。谁告诉你的？医院的人。你走后，我一直有让人盯着段明洲，他带孩子住院、求医、借钱，这些事我都知道，后来孩子不行了，医院那边有人给我发了消息，所以你去了。我只是去确认。微微，你听我说，我当时真没想太多，我只是怕段明洲又拿孩子做文章，怕他借机讹你，所以你就在我儿子的尸体旁边拍照。那张照片只是随手拍的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是身边朋友起哄说留个证据，我才……证据？你把我儿子的尸体当证据？第二个问题，既然你早就知道年年死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我怕你知道以后会立刻回去找段明洲，所以我让人把消息压下来了。殡仪馆那边、医院那边，还有街道那边，凡是可能联系到你的渠道我都打过招呼。段明洲想联系你基本不可能。为什么？
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不甘心。论学历，论眼界，论家世，论能力，他哪一点配得上你？他不过是运气好，在你最缺爱的时候陪了你几年，凭什么就能占着你丈夫的位置，享受你的一切？你说你爱他，可你明明知道，你真正会回头看的一直是我。如果不是这样，3年前你怎么会答应那个赌局？如果不是这样，你回来以后明知道他崩溃的不正常，怎么会被我几句话就一次次带偏？因为在你心里，他从来就不是能和我比的人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拿自己跟阿昭比？可你不还是信了我？微微，我承认我做错了，我不该封锁消息，不该瞒着你。可我真的只是太爱你了，我害怕你一旦知道孩子死了，就会彻底回到段明洲身边，再也不可能看我一眼。我从来没想过事情会失控到今天这一步。段明洲坠崖不是我想看到的，你推他也不是我逼你的。沈总，出大事了！说，网上突然爆出来一组照片，是小少爷在医院太平间的照片，还有陆先生站在旁边比耶的自拍，现在已经上热搜了，媒体、警方、公司那边全炸了。还有人匿名放出消息，说3年前小少爷死讯被人为封锁，牵涉医院和殡仪馆的关系链，执法官已经在找您了。申总，您现在到底在哪儿？微微，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。想办法？你是想办法自救吧？从现在起，你一个字都别想再骗过我。这里还有活人移动过的痕迹。什么事儿？网上又爆了新料，和小少爷有关。说。有一段视频，还是您自己看吧。怎么了？这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你不知道？当然不知道。不过，如果这视频是真的，那段明洲确实问题很大。你想想，孩子怎么会无缘无故出这种事？一定是平时受了很大影响。闭嘴！不对，我已经犯过一次致命的错了，不能再犯第2次。这段视频马上去查原始来源，另外联系医院，调当时所有楼梯间、走廊、病房附近的完整监控和病历记录，我要最快结果。明白，我马上去办。沈总那边的人来调监控了。3年前那段楼梯间的完整录像还在吗？如果那段原始视频还在，网上那条就有问题。你最好祈祷这件事跟你无关。我也是刚看到。说。沈总，我们联系到医院了，视频是真的，但内容被恶意截断了。把完整视频、调解记录、证词全都备份。是。还有谁在带节奏？给我查。沈总，海事搜救的人来电话了。他们怎么说？他们说，段先生可能还活着。礁石区发现2次移动痕迹，血迹分布不符合当场死亡特征。附近云村问过了吗？已经有人说昨晚风浪后见过一个重伤男人被带走。微微，你先别急，这件事未必是真的。你最好祈祷他真的活着。人在哪？段先生可能还活着。你说什么？搜救队那边刚回消息，昨晚下崖后没有找到遗体，只在下面礁石附近发现了大量血迹、衣物碎片，还有拖拽痕迹。现在初步怀疑，人可能是落水后被海流带走了，也可能被附近暗洞卡住。搜救还在继续。另外，法院的人刚送来一份起诉材料预登记通知。什么东西？是段先生在坠崖前通过律师提前提交的民事诉状，还有证据保全申请，里面包括离婚诉讼、婚内财产恶意处置、人格权侵害、故意传播不实信息。律师还说，如果段先生失踪超过法定阶段，这些材料也会继续由代理律师推进。沈总，现在怎么办？
喂，沈女士，我们刚收到一份来自海边公路监控的补充画面。昨晚坠崖前后，现场附近还有第四方车辆活动，时间点可能与段明洲提前布置现场有关。另外，崖底没有发现完整坠落尸体痕迹，目前不能排除他有求生准备的可能，同时也不能排除有人对其进行2次转移。所以，他有可能活着。有可能，但也只是有可能。我们还需要更多时间搜救和排查。把你的手机、电脑所有社交账号全部给我打开。你没有权利。你可以拒绝，然后我立刻把那张尸体自拍，还有你亲口承认封锁消息的录音，一起交给警方。你录音了？从你说第一句真话开始，陆雨禾，我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，你最好别逼我，现在就送你进去。这里不像自然坠落形成的，像有人拖着伤者移动过。洞里有布料纤维。沈总，小心，可能是诈骗或者媒体套话。喂，哪位？阿周，你是不是以为我死了？你在哪儿？你还活着是不是？你告诉我你在哪儿，我现在就去找你。找我？你找我血肉做什么？再推我一次吗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阿周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，我没想推你。你还是推了，就像你当年装死的时候，也没想过小宝会死，对吗？对不起。不要对不起，我打这个电话是告诉你一件事：陆羽和电脑里有一个加密相册，名字叫旧梦。密码是你大学入学报到那天的日期，里面有你想要的全部答案。还有，别来找我，在我决定要不要见你之前，你没资格再出现在我面前。阿周，你先别挂，你受伤了是不是？你在哪里？求你告诉我。打开那个相册，现在，立刻！你怎么敢？雨薇，我报警，所有资料全部提交警方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接受他任何解释。喂，陈女士，方便现在来局里一趟吗？关于陆羽和，我们需要你本人做补充指认。另外，海市那边有新发现。什么发现？昨晚崖底附近有一艘小型渔船在非正常时段活动，船主目前失联，船上发现血迹反应。我们怀疑段明洲坠崖后确实被人带离了现场。认识这个地方吗？医院走廊而已，很多医院都长这样。那这个人是谁？像我？不是像你，就是你。解释一下，1年前你为什么出现在段年年病房外？路过。路过？那你再解释一下这条消息，你是让谁别知道？又准备拖什么？那只是我和朋友之间开玩笑。对方姓周，是医院行政后勤外包负责人，不是你普通朋友。而且我们已经同步转换相关人员。你可以继续编，但你每多说一句，后面都可能变成补刀你自己的证据。你从来没怀疑过他在利用你吗？怀疑过，但我更想相信自己没错。搜救这边你要有心理准备，就算人真的活着，伤情也不会轻。我知道。找到那艘可疑渔船了。人呢？船主也找到了，50多岁，一个老渔民，受了惊，躲回沿海小镇老家了。他现在在哪儿？老渔民只交代把人交给了另一波海上熟人暂时安置，具体落点还在追。但可以确定，人当时是活着被带走的。外面开始查得很紧了，再这样下去，藏不住。姓什么？陈。我姓陈。昨晚你救了谁？把经过再说一遍。我昨晚出海收网，回城的时候，远远看见海边礁石旁边有动静。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海浪卷上来的鱼篓，靠近了才发现是个人，是个年轻男人，浑身是血。海浪一下一下把他往礁石上拍，看着都瘆人。
我一开始也不敢救，后来听见他还有气，就把人拖上来了。为什么没报警？那男的醒过一次，不让我报。为什么？他说有人盯着他，要是直接送医院，他活不到天亮。他后来还说了什么？他说给他一点时间，先借我手机打了个电话，打完电话他又昏过去了。我家里婆娘吓坏了，我就先把了人藏在仓房里，后来又找了村里一个退下来的老赤脚医生过来看看。医生怎么说？失血很多，人也摔得厉害，肋骨可能断了。现在人呢？还在我那儿。他烧得厉害，一会儿醒一会儿昏。今天中午清醒的时候，我劝他去医院，他还是不肯，只说晚点会有人来接。谁去接？他没说。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吗？去。先提醒你，就算找到他，也得尊重他本人的意愿。如果他在清醒状态下明确表示不想见你，我们不能强制。小伙子，执法官来了。先别急。段明洲，我们已经确认过你的身份了，也知道你现在伤得不轻，你需要马上去医院。可以。另外，关于案件有些情况需要你配合，还有沈女士也来了。我说过，暂时不见。阿周，出去！我不想看到你。创伤外科准备，胸外会诊马上到，先开绿色通道。谁是家属？先签字。我是他妻子。病人如果在清醒状态下明确拒绝某位家属签署部分决定，医院原则上会优先考虑病人本人意愿或者其他近亲属授权代理。我是段明洲的委托代理律师，相关授权材料在这里。先签紧急救治同意书。怎么样了？还在抢救。你见到他了？见到了。他让我滚。警方已经正式立案了。陆羽河那边医院后勤负责人也招了，承认收过钱，帮忙拦截过几次本该转给你的紧急联系信息，但目前证据更偏向于信息封锁、恶意干预和舆论操控。至于是不是能上升到更重的层面，还要看具体医疗延误的因果。医生，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了，但今晚仍然是危险期，感染和肺部情况都要继续盯。病人身体基础很差，长期营养不良，精神和体力透支严重，这不是一两天形成的。另外，他醒来后情绪不能再受刺激，尤其是会让他血压、呼吸明显变动的人，近期最好别接触。醒了，别乱动，你刚过危险期。你想说什么？骨灰呢？什么？我儿子骨灰在哪儿？你现在先别激动，你伤得很重，任何事都等稳定下来再说。骨灰别弄丢。镇静安抚加强一点。段先生，你必须稳定情绪，不然缝合口和肺部情况都会出问题。病人醒了，但状态还不稳定，情绪波动比较大。他说什么了？他醒来第一句话是问儿子的骨灰在哪儿。病人暂时清醒，但状态很不稳定，不能长时间交流，尤其不能受刺激。另外，目前病人明确表示不见无关人员。我连看他一眼都不行吗？如果你是会让他情绪波动的人，就不行。雨薇，你去哪儿？去公司。现在开记者会。他疯了吗？这个时候露面，是嫌火烧的还不够大？他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有法律风险。项目融资还在关键阶段，这一场开出去，公司股价都得跌。你想清楚了，这一场开出去，不只是陆羽河，公司、你本人、你过去所有形象都会被一起拖下水。早该拖下去了。
今天这场说明会，不为公司，也不为我自己，只为我的丈夫与儿子。过去2天，网络上流传多段关于我丈夫段明洲和我已故儿子段年年的不实信息。我本人对家庭疏离，是因为早知他们存在重大问题。以上内容大部分为恶意剪辑、拼接、误导传播，而我作为他的母亲，3年缺席，没有资格替自己辩解。我今天站在这里，就是要承认我错了。陆玉和那边还在继续审。另外，警方那边说，沈雨薇如果主动到案、主动交代，对后续认定会有影响。他的事不用跟我说。您好，请问您？我来自首。请您跟我来。为什么现在来？因为我之前做的每一件事本质上都一样，都是觉得自己还有余地，觉得我可以再等等、再解释、再补救。可其实很多事发生的那一刻就已经没有余地了。他今天去了执法局，是主动去的。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他愿意承担是他的事，和原不原谅没有关系。穆远那边已经联系好了，你确定不通知他吗？没必要，可他迟早会知道。知道是他的事，跟我没关系。年年，爸爸带你换个地方住，以后没人吵你了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今天下葬？告诉你做什么？我也是他妈妈。你也知道，我以为你早忘了。你不是来晚了，你是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来。年年，爸爸走了，以后别再见这种人了。